宇智波斑在重生后并没有追求虚幻的月之眼，而是直接降临灭族之夜，须佐能乎横压全场，保住全族。面对发育不良的鸣人，我直接就是一碗拉面砸过去。木叶连英雄之子都养不活，谈个屁火之意志！这一世我手握轮回眼，知晓未来的忍界羞辱，直接化身木叶最强拆台者，以及宇智波最冷酷的守护神。原著剧情在我斑爷面前红瞳粉碎。此时在我和柱间交代完一言后，我的意识却在混沌之中再次凝聚。随着一阵失重感传来，我猛地坐直身子，触感并不冰冷，不是秽土转生，这种感觉是血肉之躯。我竟然回到了吸收尸尾前的状态。这时我脑海中一道机械音突兀的响起：命运改造系统已绑定，只要改变他人命运即可获得奖励，并且也是本系统将你复活带回过去的。这系统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我的脑海，还能将我复活，绝对是远超我自身认知的存在。看着脑海中神秘且没恶意的系统，我并没有继续深究下去，而是思考起了自己这一世要做些什么。系统所说的过去，也就是现在，还不知道是什么时间段，现在掌握的信息太少，看来要先搜集情报才行。黑绝，这一世我绝对会弄死你！想到此，我便双手结印，感知忍术也瞬间覆盖方圆数里的范围。此时5里外的森林中，一名刚杀害了木叶忍者的云影暗部正借着树影狂奔，下一瞬我便宛如鬼魅般贴在了他的身侧。云影忍者瞳孔骤缩，本能的反手拔刀，可下一秒一只强有力的大手便卡住了他的脖颈，将他像小鸡仔一样拎到了半空。你也想起舞吗？看到我那双深渊般的紫色轮回眼，云影忍者瞬间也丧失了斗志，扔下了刀。我嫌弃的松开手，现在用木叶纪年算的话是什么时间？木叶56年。听到对方的回答后，我直接一发好火球，将其化为了灰烬，改变云影忍者命运，奖励查克拉 0.1 卡。下一刻伴随着一种暖流涌入，我的查克拉似乎也增长了一丢丢。这系统还有这种作用，看来可以继续尝试一下。想到这，我的身影便融入夜色，向木叶的方向飞速掠去。没一会我便大摇大摆地跨入了木叶。守门的2名忍者受到幻术的影响，仿佛什么都没看到一样。此时南鹤川的悬崖边，止水正将仅剩的左眼递给右，随后他身子后仰，带着那套自我牺牲的理论坠向悬崖。然而就在他距离水面仅剩5米时，我突然出现一把薅住止水的衣领，卸去下坠的力道后，将他扔在了悬崖下方的岩石旁。止水惊恐的挣扎坐起，你是谁？为什么要救我？我并没有打算废话，轮回眼猛然亮起，对止水的大脑进行了搜索。九尾之乱，宇智波被隔离，高层夺眼，木叶的一桩桩黑历史在我眼前快速闪过。柱间，你所守护的村子还真是越来越有趣了。随后我发出一声嗤笑，看向止水，我是宇智波斑。听到这个名字，止水全身的血液仿佛被冻结，汗毛根根炸起。只存在于传说中的斑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难道是哪个开启了万花筒的族人冒充的？心中刚泛起这个念头，止水便又立即将它否决。在我感知下，此人的查克拉远宛如瀚海，远在自己之上。就算是可能开启了万花筒的副月族长，也绝无这种水平。那就只有一种可能，他真的是宇智波斑。想到这止水压下心中的恐惧，斑大人，您为何阻止我？我的死是必要的牺牲，我若不死，恐怕数月之内村子与宇智波就要大打出手。你现在的牺牲不过是可耻的逃避，把家族的未来压在一个满脑子火之意志的小鬼身上，你管这叫牺牲？这简直是对宇智波的侮辱！好好活下去，看清楚你所谓的牺牲到底有多大作用。等你看清了，再来思考什么才是必要的牺牲。此时我也懒得多看着懦夫一眼，身形化作残影消散。紧接着系统提示音响起，改变止水命运，左眼进阶3勾玉轮回眼。这次的奖励远超杀死云影忍者的那次，是因为止水实力更强吗？还是说止水的命运对忍界的影响比较大？关于这一点可以继续尝试一下。有着系统在，我预感自己很快就能恢复全盛时期的实力。对木叶的考察与系统的开发同等重要，可以同时进行。次日清晨，我站在火影岩下，看到一个黄毛小子拿着油漆正准备往柱间的雕像上泼。我见此当即闪身到了他面前，果然是那个九尾小鬼啊！他不是用飞雷神那小子的儿子吗？怎么混成了这副德行？鸣人见到我出现，本以为是村子派人来阻止他，但肚子却不合时宜地发出响亮的咕噜声。看着他一副发育不良的样子，我一把拎起鸣人的后领，直接扔进了下方的一乐拉面店。2碗拉面，最大份，叉烧加倍。不到2分钟，鸣人便将拉面一扫而光。吃完后，他满脸疑惑地看向我：“大叔，你为什么请我吃面？大家都躲着我，因为你和我一个朋友很像。”说完，我便留下一张钞票，转身离开。鸣人见此，连忙追去，只见大街上人来人往，却不见了我的踪影。轻微改变鸣人命运，奖励9尾查克拉 0.1 卡。感受着体内涌入的温热力量，我的眼神却冷到了极点。英雄的雕像光鲜亮丽，英雄的后代却活得像下水道里的老鼠。木叶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？当晚我直接潜入木叶机要室，将这些年来木叶重要的档案看了遍。看着档案上的团藏四处抢征木叶忍者加入根部，日向日差替宗家惨死，尸体被送给云影。木叶白牙遭流言重伤自刎而死。大蛇丸秘密进行人体实验，判出木叶后，我的耐心彻底耗尽。木叶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？现在看来要确定下木叶是否烂到了根子上，是否会把底线也突破。我要做个实验。深夜的一处小巷中，刚移植完血轮眼的团藏正准备前往火影办公室去开会，然而在经过此处时，独眼却突然死死盯住了巷口。只见那里站着一个身穿战国红色铠甲的身影，犹如看死人般的猩红血轮眼直接对上了团藏的视线。什么？宇智波斑？他不是早就死了吗？此时意识到我就是宇智波斑，团藏吓得瞬间浑身发冷，但我却根本没对团藏出手，只是在原地默默注视着他。过了一会儿后，团藏终于反应了过来，当即掉头就跑，短短1分钟内就跑到了火影办公室内。看到团藏表现得如此慌张，袁飞和2名火影顾问都不免有些错愕，想不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团藏则颤抖地缓缓开口：“宇智波斑回来了。”此言一出，众人都震惊不已。可当他们向团藏索要证据的时候，团藏却支支吾吾地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
来，最后只能硬着头皮大喊了一句：“老夫就是证据，宇智波斑就在木叶，这是老夫亲眼所见。”说完，团藏将刚刚发生的事情完整的复述了一遍。然而对于这种离奇的经过，众人却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，甚至还认为出现的并不是真正的我，而是宇智波一族伪装出来的好戏。对此，团藏却矢口否认。他坚持自己观点的原因只有一个，因为那种眼神是他这辈子都没有见过的冰冷，也只有传说中的忍界修罗才可以凭借眼神就震慑住他。眼见团藏如此坚持，袁飞等人都信了几分。团藏则在这时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：现在的重点是，要是宇智波一族知道宇智波斑重新回到了忍界，那么他们会怎么做？这番话让在场的众人都不免心中一沉。团藏说的话非常在理，整个忍界谁都知道我宇智波斑是和筑间齐名的存在，因此要是宇智波得知了这个消息，将再也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，毫不犹豫的在村子内发动政变。到时候除非是他们想办法让巅峰期的筑间重生，否则没有任何存在能拦得住宇智波一族。看到众人迟迟没有说话，团藏深知眼下已经到了他提出建议的最佳时机。袁飞，现在宇智波还不知道宇智波斑的存在，我们应该趁机将宇智波给彻底铲除。然而在团藏的话音落下后，袁飞的脸上却转而涌现出一丝狐疑。昨天暗部就有消息传来，宇智波止水神秘失踪。团藏在昨天开完会后也没有立刻返回根部，再加上今天又出了一个我这个忍界修罗复活的消息，袁飞很难不怀疑这是团藏自己编排的戏码。感受到袁飞乃至2名火影顾问的怀疑，团藏直接当场破防：你们是怀疑宇智波斑是我编出来骗你们的谎言吗？我虽然确实爱撒点小谎，但我今天说的都是实话。见自己把话说到了这个份上，这群人却还是一点都不相信。团藏一时之间急火攻心，刚移植的万花筒也出现了强烈的排异反应，导致他当场喷出了一股鲜血。与此同时，火影办公室内骤然响起了我的声音：袁飞一族的小鬼居然也成为火影了。听到这声冰冷至极的嗓音，众人都诧异地看向了声源处，却见我不知何时出现在了办公室内，那双万花筒也绽放出了猩红的光芒。见此场景，众人都愣在原地，他们没想到素来以谎言示人的团藏今天居然说出了一句真话，可这个真话却偏偏没有取得他们的信任。这时袁飞率先反应了过来：宇智波斑，你竟然真的没死！说完，袁飞摆开架势召唤出了元魔。看到袁飞家的小鬼居然敢和我叫板，我突然感觉荒谬至极，下一秒也随之开启了须佐能乎的第4形态，并在顷刻间冲破火影大楼的屋顶来到外面。随即须佐能乎里面的我扫视了一眼众人，眼神里满是蔑视苍生的高傲。这一刀是告诉你们，我宇智波斑回来了。话音刚落，我就操纵着须佐能乎一刀砍下。见状，袁飞吓得魂飞魄散，还以为我是准备将木叶高层都给一网打尽。他下意识地将元魔化作金箍棒，并结成方形之网，将所有人都护在了中间。不过我其实根本没打算现在就对他们动手，这一刀的目标也仅仅只是火影大楼。在一道蓝色刀光闪过的下一刻，火影大楼的上半部分就在眨眼间被我削平，转眼间就轰然倒塌。随着烟尘彻底散去，我和须佐能乎都消失在了原地，徒留袁飞等人大眼瞪小眼。团藏则面色惊恐的喃喃自语：这才是真正的力量，能战胜忍界修罗的只有初代大人。此时另一边的宇智波族地内，傅月利用自己的万花筒将火影大楼刚刚发生的一切都给尽收眼底。在确认方才出现的力量和我有关后，傅月立马陷入狂喜之中。随即他看向身前的宇智波族人们，下一刻就志得意满地宣布了这一个好消息：我们宇智波的先祖斑大人回来了。此言一出，宇智波族人纷纷开始欢呼：我们的先祖回来了，元飞日斩要完了，宇智波的时代要开始了。正当宇智波族人欢庆之时，火影大楼内的袁飞却产生了一丝困惑，不明白我为什么没有对他们动手。思量再三后，他只想到了一个可能性，那就是在我的眼中，他们都是蝼蚁般的存在，根本不屑让我出手。随着这个猜测浮现在心头，袁飞终于面色阴沉地做出了一个决定，召集各大家族的族长去地下紧急指挥中心开会。可他却唯独没有对宇智波一族提出邀请，俨然打算将宇智波给排除在外。看到这一幕，躲在暗中的我连连发出冷笑。实际上我刚才的一刀只有一个目的，那就是激化木叶和宇智波的矛盾，再借此看看袁飞等人会如何抉择。不过按照袁飞如今的表现来看，他们显然还是做出了镇压宇智波的决定。既然如此，那么这个腐朽的村子从今往后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尽管这时候的我已经下定决心，但我没有急着出手，而是暂且离开此处，进一步完善起了自己的计划。半小时后的木叶地下紧急指挥中心，眼见日足陆九还有卡卡西等人均已到齐，袁飞这才缓缓讲出了我复活的事情，并将我袭击火影大楼的行为告诉给了众人。随即他又下达了命令，要求木叶即刻进入最高级别的战备状态，并对宇智波族地实施隔离管控。要是发现任何一个宇智波族人在没有得到允许时擅自离开族地，可以将其就地处决。眼见袁飞居然下达了如此残酷的命令，卡卡西的心中顿时一紧，他不敢相信，如今带土的家族居然也即将走向消亡。出于对挚友的关怀，卡卡西决定主动接下这个任务，毕竟只有让他负责这件事，宇智波才不至于被灭门。对于卡卡西的请求，袁飞尽管猜到了对方心里的小九九，可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。因为宇智波留下少许的血脉根本威胁不到他乃至木叶的安全，能让他彻夜难眠的只有我这个忍界修罗。紧接着袁飞话锋一转，沉声宣布了对我的处理方案。至于宇智波斑，我将找机会用出尸鬼封禁，让他无法协助宇智波做出悖逆之事。这番话让众人都心头一震，但最让众人震惊的是，团藏居然当场表示了反对，甚至还提出了一个更加炸裂的方案。面对宇智波斑这种一直活在传说中的人物，即便是你拼上了性命，恐怕也未必能够将其封印。能对付斑的，只有和他齐名的初代大人。所以我建议利用2代大人留下的禁术秽土转生，复活初代大人。此言一出，众人无不大惊失色，他们也知道这恐怕是最有用的解决方案，但这完全是对初代的亵渎，所以他们都一致的选择了反对。看到这幅场景，团藏却接连发出了几声冷笑：你们之中有人可以打赢宇智波斑吗？如果没有，那这个就是唯一的办法。说完，团藏又开始了侃侃论，不过他全然没有提及秽土转生对灵魂的亵渎，而是在反复的强调筑间到底有多么的想要守护木叶。在他的描绘中，
中。守护木叶成了筑间的夙愿，将筑间绘图转生更是在完成筑间的愿望。经过这番精妙绝伦的演说，众人的注意力都被成功转移，再加上2位火影顾问都适时的开口附和，所以众人只好勉为其难的答应了团藏的提议。不过他们也能看得出来，火影和顾问团恐怕早就商量好了对策，这次开会只是一唱一和的宣布结果。眼见众人都不再反对，袁飞也迫不及待的宣布了最终决定，既然大家都没有意见，那就执行命令吧。绘图转生的事情由团藏长老全权负责，但是一定要快。说完，袁飞便结束了这次的会议。等到其他人全部离开，袁飞和团藏忽然对视了一眼。其实他们还隐瞒了其他家族很多的事情，从最开始他们就没打算仅仅复活初代，而是想要将历代死去的火影都给召唤出来。不过因为这件事实在是太过惊世骇俗，袁飞和团藏才没敢告诉过其他人。这时袁飞上前拍了拍团藏的肩膀，一切都要靠你了，我相信木叶的根早晚会变成庇护整个木叶的大树，到了那时我也该退居幕后了。说完，袁飞才不紧不慢的离开。团藏则面色狂喜，他能听出袁飞想要表达的意思，那就是只要能做好这次的事情，袁飞就会帮助他成为下一任火影。此时南鹤神社的密室之中，傅月和佑还有几名宇智波族人正聚在一起，商讨着今日我毁坏火影大楼的事情。不过这些宇智波族人的眼中没有丝毫的恐惧，反而充满了嗜血的兴奋。这些年来他们早就受够了木叶对宇智波的压迫，再加上如今止水又下落不明，所以他们已经不想再继续忍下去。更何况我这个宇智波先祖已经重生，宇智波最大的倚仗已经出现，而我毁坏火影大楼的事情在他们看来更是一个信号，那就是我为了宇智波准备对木叶动手。至于整个宇智波家族也有责任跟我一同参与到和木叶的战争之中。然而即便是众人一直在劝说傅月起事，可傅月还是保持着沉默，毕竟如今的我还没有和他取得联络，他也拿不定我心里的具体想法。直到几名族人催促他下决定的声音越来越紧迫，甚至隐隐有了逼宫的意思，傅月才忍无可忍的怒喝一声够了。与此同时，他的双眼赫然出现了3颗勾玉，眼神的威慑力也在顷刻间达到了顶端。原本傅月也不想暴露万花筒的存在，但按照眼下的局势来看，要是他再不展示一下实力，恐怕族人都会聚集在一起推翻他这个族长。而万花筒的显现也果然让众人安静了下来，不过眼神中的狂热却丝毫没有减退。随即傅月轻叹一声，班大人至今没有和我联络，要是贸然起事，很可能会破坏先祖的谋划，咱们还是稍安勿躁吧。说完，傅月又做出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安排，这才挥手结束了这次的会议。等到众人离开，一直沉默的又忽然开口，父亲，班大人那一刀没有斩向3代，会不会是他想迫使木叶高层坐下来，和平解决宇智波和村子的矛盾？不可能，班大人的出现绝对不会带来和平。事到如今，只有村子选择妥协，村子才能流最少的血。傅月的答案让佑的脸色一变再变，直到最后又突然有了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，嘴里更是喃喃自语，最少的血吗？我明白了。随即傅月和佑也结束交谈离开了此处，不过我的身影却在这时从阴影处慢慢走出。从他们开始商讨，我就一直躲在暗处，准备看看傅月和佑的反应，但他们的优柔寡断却让我有些失望，显然将村子放在了家族之上。想到这，我也准备离开，但系统的声音却骤然响起，宿主改变了宇智波佑的命运，奖励宿主凝聚灵气一次，是否现在凝聚？什么？宇智波佑的命运怎么还发生改变了？那个小鬼到底要做什么？醒悟了，醒悟了！佑居然为了宇智波对木叶高层动手了。此时意识到佑的命运已经改变，我也不由得期待起了佑会做出什么壮举。紧接着，我一个瞬身来到火影岩上，并选择了凝聚灵气。根据宿主特征，以凝聚灵气断叶之剑，该灵气宿主在普通状态与须佐能乎状态均能使用。断叶之剑可将宿主剑术威力发挥到最大，附带断叶效果，即便敌人是仙人之体，在造成伤害后，伤口也不可愈合，除非宿主收回断叶效果。伴随着系统的声音，一把幽蓝色长剑凝聚在我的手中，我则闭上眼仔细感受着断叶剑的气息。但在这时，一丝极其微弱的阴冷查克拉悄然滑入了我的感知范围，显然是我的老朋友黑绝。随即我收起断叶剑并沉声暴喝：出来吧，黑绝！话音刚落，黑白绝就蠕动着从地面上钻出。对于自己的暴怒，黑绝没有任何意外，反倒是阴恻恻的向我打起了招呼。但因为前世的遭遇，我根本懒得和这个渣子废话，下一刻就释放出一只凝实的须佐能乎巨手，瞬间贯穿了黑绝那粘稠的胸膛。随着狂暴的查克拉在其体内轰然炸开，黑绝顿时无比的惊骇与不解，可他没敢追问我这是要做什么，只是将身体瞬间液化，转而从须佐巨手的指缝间急速溜走，徒留一个白绝在原地徒劳挣扎。但我看都没看那白绝一眼，随手将其如垃圾般甩飞出去，身形则迅速追向液化的黑绝，并在开启轮回眼的同时，凝聚出一根黑棒将黑绝牢牢钉死在地上。直到此刻，黑绝才终于意识到我真的打算杀死他，可却不明白这无妄之灾到底从何而来。班大人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你说呢？辉夜的大孝子，你篡改了南鹤川神社的碑文，所谓的月之眼计划也不过是一场骗局，你可真是打的如意算盘啊！我的话让黑绝当场崩溃，不敢相信我居然会知晓辉夜以及他盘算多年的母亲复活大计。看着黑绝崩溃的丑态，我的心中一阵畅快。当日被黑虎掏心的绝望，今日我终于如数奉还。紧接着我贴在黑绝耳边，给了他心灵上的最后一刀。因为你的母亲将永远困在月亮深处，是你的无能辜负了母亲最后的期望。说完，断叶剑在我的手中凝聚，随着无数道幽蓝色的刀光闪现，下一刻黑绝宛如流体一般的身躯就化为了无数碎片。之后我施展出封魔法印，将所有的黑绝碎片都给笼罩在内。这个封印术会阻断你所有的查克拉，但会保证你意识的清醒。你就保持碎片的形态活上1万年吧，让你那伟大的母亲也等上1万年。随即我又通灵出一卷封印卷轴，将黑绝封印到了里面。与此同时，系统的声音再次响起，宿主改变了黑绝的命运，奖励宿主不灭之体，该体质可将身体化作流体，隐匿效果大幅度提升，可随意穿行于地下，肉体修复能力大幅度提升，可修复任何伤害，永生不死。对于系统这次的奖励我还算满
满意，毕竟我也没想到黑诀竟然还真的能对我有点用。紧接着我将手掌伸向火影岩的方向，直接用万象天影将之前的那个白诀给吸了过来，甚至还当场掐断了他的脖子。随即我对另一个方向厉喝一声：木叶的小鬼们，给我滚出来！话音刚落，几名巡逻的暗部就立马来到我的面前，眼见他们都摆出了警戒的动作，我却嗤笑一声，转而将白诀的尸体扔给了他们。你们应该是想复活筑奸对付我吧？用这个做祭品，复活的筑奸状态会更好些。滚吧！听我说完，所有的暗部都一头雾水，但他们一刻都不敢耽误，下一秒就纷纷离开。我则望着远处，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。如今我已经开始期待再次见到筑奸的场景，同时我也做好了准备，在他的面前将其毕生坚守的道路给彻底碾碎。此时的火影大楼地下室内，得到团藏的信息后，右便来到此处见到了袁飞和团藏，还有2名火影顾问。刚一来到这里，袁飞和团藏就一唱一和，装出一副迫不得已的模样，希望又能协助他们发动对宇智波的灭族之夜。不过自从得知了我的复活，以及经过和傅月的交谈，佑的想法早就已经发生了转变。因此在听到袁飞等人的要求后，他只是微微一笑。这个办法确实能保全村子，但还不够完美。我有一个办法，也能让木叶安然度过此劫，那就是送你们去死。话音刚落，一只乌鸦悄无声息地跃上了佑的肩膀，并施展别天神瞬间控制袁飞，使其向2名火影顾问发动了进攻。佑则放出天照，顷刻间就将团藏给当场吞噬。这一幕让团藏有些傻眼，他不明白佑为什么会临阵倒戈，可他也知道佑已经不再是可以利用的棋子，如今的局势更是来到了危机关头，所以团藏不再藏着掖着，果断扯开右眼的绷带，利用伊邪那岐回到了10分钟前的位置，同时还帮袁飞解除了别天神的控制。伊邪那岐的出现让佑很是惊讶，但他也并非没有抵抗，随即又再次动用万花筒，强行开启了第3阶段的须佐能乎，并趁着那2名火影顾问躲闪不及之时，直接将他们给抓在了手中。下一刻，须佐能乎的巨手悍然收紧，当场将2名火影顾问捏爆。见此场景，团藏和袁飞心痛万分，可还不容他们过多悲伤，又便动用万花筒直接将袁飞给拉进了阅读世界，并在里面对其精神进行了深层次的折磨。等到袁飞离开阅读世界，他更是已经变得精神萎靡，紧接着又操控着须佐能乎一拳砸向袁飞。对此，团藏原本想上前帮忙，可在关键时刻他还是冷静了下来。虽然救下袁飞对他来说天经地义，但火影之位却无时无刻不在诱惑团藏，日斩，你还是死了为好，这样我才能成为下一任火影啊。